查到卧底是谁了吗？查到了。还记得他的样子吗？记得很清楚。把他画出来。一张带着神秘微笑的嘴，两只不太对称的眼睛。那，就这家伙。这他不是汽油联机宝吗？没错，联机加速不丢包，用汽油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该收看就知道游戏，我是捏俊。今天我们聊一个游戏界非常特殊的系列，那就是如龙系列。之所以会突然聊这个系列呢，是因为最近出了一个新游戏《审判之眼》，由长得和我很像的木村拓哉主演的游戏。这个游戏虽然名字没有如龙两个字啊，但是了解的玩家都知道，《审判之眼》其实就是如龙的衍生作品啊。游戏的框架、玩法、表现都和如龙一样啊，就连游戏里的地图都直接就是如龙里的审视厅，不同的是，只是换了个主角，换了个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认为《审判之眼》就是如龙系列的一个分支。所以趁着《审判之眼》的发售，先来聊聊《审判之眼》这个游戏，也顺带的聊聊如龙这个系列。那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如龙这个系列呢？刚才我说了，这个系列非常特殊，那特殊在哪里呢？首先，它也是一个年货游戏，但是它的知名度并不高。很多玩家都是这几年才听说过啊，更多玩家则是一直有听说，但是就是没有玩过。但是至今它都没有竞争对手，因为市场至今都没有同类游戏啊，这就是它最特殊的地方。它是一款完全以日本市场打造的游戏啊，只针对日本玩家。它甚至比很多日式 RPG 还要更针对日本市场。不过意外的是，虽然官方把游戏定位成只针对日本市场，但这个系列也却不知不觉地渗透出了日本啊，现在在整个亚洲建立了一批忠实粉丝，慢慢的也在欧美受到了大量好评啊。我认识的一些世嘉中国区的朋友就告诉我啊，世嘉对于这个系列能在日本以外啊获得那么大的用户感到很意外啊，所以才在这几年使劲推出英文版啊、中文版这些海外版本。这不禁让我思考啊，如果能搞懂如龙为什么能无意中做到墙内开花墙外香，说不定我们的对于本土针对性特别强的游戏也能从中得到启发。所以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如龙。第一段，我们先来聊聊《审判之眼》这个游戏。采用真人演员，对于如龙系列来说，早就见怪不怪了。但像《审判之眼》这样直接把真人当作男一号的，在系列里还是头一回。配合上官方宣传的主题，从黑道变成了法律题材。看着这位有潜力获得史上最能打的律师头衔的木村大神，不得不说，世嘉这个突然袭击确实效果拔群啊！有那么一瞬间，我还真的产生了这家伙或许和如龙不一样的想法。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系列发展的第14个年头，在同生一马和春日一番新旧时代交替的空窗期，审判之眼会给我们带来不同于以往的全新体验吗？现实好像不是这样的啊。审判之眼不是没有改变，只是改变的实在太少了。首先，从主线剧情来说，审判之眼确实加入了律师和侦探的视角，什么调查线索呀、案件分析啦、尾行啊，还真的是尾行啊。包括一些询问和法庭上的对峙都多多少少有所涉及。玩家扮演的八神也不再是同生一马那样的准黑道，而是像八神庵那样的格斗高手。而是根正苗红的律师兼侦探。大部分时间里，推动游戏前进的出发点也主要围绕在解决案件的角度展开。比如说前期有个去黑道据点找人的剧情，换做以往的如龙，哪有什么好犹豫的，肯定二话不说直接硬刚。踹开大门就杀进去啊，简称肛门。别说是一栋楼了，就算带一个师，同生一马也照刚不误。但审判之眼里的八神啊，就要讲究很多啊。先要用无人机从大楼外面确定对方在不在里面，确定之后又要选择是强攻还是智取。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搞点破坏，然后乔装成维修工人进入大楼，接着还要应对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一会儿被人问问题，一会儿被人拉去修空调，一会儿又要找钥匙，出了岔子还要开打，可谓一波三折。早知道我还是选择肛门吧。虽说这个过程有点故意为之啊，细节也经不起推敲，比如为什么没人在意无人机，为什么保险箱的密码这么显眼等等啊。但这样的安排才真的像是一个侦探会干的事情。所以虽然审判之眼的故事本质一样是和黑道打交道，
但它大的方向上的思路的确是努力想要贴合游戏主题的。然而非常可惜的是，游戏对于法律和探索的内容更多只停留在出发点上而已啊。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律师，是一个侦探，所以解决问题的优先方法肯定不是拳头，而是脑子。所以要去走访现场，去寻找能在法庭上提供出来的证据，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当玩家实际想要像个侦探去解决问题时，游戏却往往会把解决方法强行的拉回到干架上面。想要线索可以先打赢敌人，想见大佬可以先刚过敌人，等等类似的桥段在审判之眼里层出不穷啊。总之，我们可以有10000个理由去查案，但对方阻止的原因却只有一个。我是黑道，我是混混，除了开打，玩家似乎也别无选择啊！怎么总觉得这个系列有点弱智化日本黑道的感觉啊？这对游戏的体验而言是非常尴尬的啊！一方面，主角和玩家在努力扮演着侦探；另一方面，剧情的发展又将战斗强行加给玩家，最终导致玩家感觉自己收集再多的证据，发现再多的秘密，都只是在做表面功夫，归根到底还不是要用拳头来谈生意。而既然打架也是可以解决的，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开打呢？一旦玩家产生这样的疑惑，就真的很难再把角色扮演的感觉搬回来了。至于游戏中除去了法律的基础玩法，就更加是彻彻底底的如龙模式啊！战斗、支线、小游戏、街机厅、把妹、该有的东西确实一样不少，也全部都来自这个系列以前积累下来的经验。他们在丰富审判之眼游戏性的同时，也注定了这款游戏无法摆脱如龙系列的限制。当然，要强调的是，我说了这么多，不是否定审判之眼的价值。作为如龙家族的一员，他谈不上惊艳，但综合素质绝对是优秀的，也完全对得起木村大神这张脸啊！而且游戏中的剧情演出，不管是动作设计还是镜头的运用，都非常精彩到位。我只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依旧是一款如龙游戏，无论它的外表被包装成什么样子，至少在现在整个如龙系列的内核还是高度统一的。审判之眼并没有打破这样的传统，但也在这个传统内做得足够精彩。对于如龙系列的老玩家而言，看透审判之眼的定位并非难事。真正麻烦的其实是国内压根就没有多少如龙的玩家。毕竟这个系列直到2015年的如龙0才开始支持中文。一个剧情向的游戏，看不懂剧情自然玩的人就少啊。而有趣的是，正因为如龙小游戏之丰富，又有城市厅这个相对开放的空间，所以经常会被贴上自由的标签。加上早年开放世界游戏不多，当那些热衷于开放世界游戏却又苦于找不到新作的玩家上网搜索时，总能不经意地看到如龙这个名字。久而久之，如龙就成了中国玩家的都市传说，把 GTA 和如龙类比的说法也层出不穷。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同类游戏，因为我们所谓的自由在他们身上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对于 GTA 这类游戏而言，我们觉得自由是因为游戏的限制很少，玩家可以随时抢车、打人、攻击警察，甚至入侵军事基地，去做那些现行游戏很难允许的行为。所以它的自由是交互方式多样化的产物。但如龙不同啊，按 GTA 的标准来看，如龙的交互不光少得可怜，还限制极大。玩家甚至不能主动攻击敌人一定要对方主动找事才能进入战斗模式。抢车爬山更是天方夜谭。如龙的自由的真正来源其实是高密度的视线分布。如龙的地图面积很小小到估计还没有很多开放世界游戏里的一个城镇大但这么小的地方却被塞入了超过50个以上的支线。玩家总是会不经意的触发一个事件，走几步又遇到另一个事件，加上游戏本身内置了很多小游戏街机、飞镖、棒球、赌博、夜总会、卡拉 OK 等等所以一旦离开了主线的限制，会发现总有数不完的事情可以去做。这种忙碌的感觉让玩家觉得游戏很充实比如我由于特别爱玩 VR 战士，所以在如龙6里我花的最多的时间就是在游戏里的街机厅打 VR 战士5，而第二花时间的是撩妹子，毕竟一哭二闹三上。但玩家本身的行为权限其实依旧被限制得很死大部分时间里如龙其实更像是一个 RPG， 打败敌人获得金钱和技能点强化主角，然后继续游戏。所以如龙的自由准确来说是丰富，是内容密度极大的产物。而虽然如龙的地图不大，自由度不高，但是相比现在开放世界虽然烂大街，但大多空洞无聊的情况，如龙的这种高密度反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而如龙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计，很大原因在整个游戏服务的核心还是剧情。所以如龙的本质是一个小区域内的
剧情向 RPG， 和 GTA 什么的并不是同类啊。因此有人调侃如龙操作5分钟，看剧2小时，哈哈，这也的确是没接触过这个系列的新玩家得了解的。如龙系列的过场剧情时常比起 MGS 系列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如果说小岛秀夫是把游戏当电影来做，那明月忍阳就是把游戏当日剧来做。当然，这种说法玩家是否接受因人而异啊。但这的确是如龙的特点，也是最大的魅力。因为这些超长的过场、精彩的演出，都能为剧情和气氛做足铺垫，才能最大化如龙系列最核心的剧情卖点。那么，既然如龙系列的剧情是重中之重，抛开具体的玩法，就故事本身而言，为什么明明审判之眼在题材上做出了如此大的改变，却还能被系列玩家一眼就认出来呢？包括先前的如龙剑参、如龙维新，更是和正统故事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血脉又是如何保持一致的呢？或者，我们应该问，如龙的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它真的是一个黑帮剧吗？我认为不是，起码不全是。如龙的故事其实一直都更像是个悬疑片，黑道在故事里的作用更多是为悬疑提供资本。如龙与其说是在解决黑道之间的恩怨情仇，不如说更像是同生一马必须面对的巨大谜题。这个谜题不但贯穿始末，还会将所有的人物汇集到一点，比如说如龙1里失踪的100亿日元，如龙2里神秘的韩国组织，如龙3里土地开发背后的庞大集团，如龙4里25年前的枪击事件等等。这些谜题不光话题性优异，很容易刺激到玩家的兴奋点，编剧也会围绕他们制造各种烟雾。每次的剧情发展无一例外都是玩家玩得越多，谜题就越庞大。整个过程中能感受到一步步接近真相，却又始终云里雾里，可谓越玩越好奇。这也是为什么明月忍阳会很骄傲地表示，如龙系列的玩家有着远高于平均水平的通关率。可能好奇才是游戏界通关第一推动力啊。其实说到悬疑电视剧的话，稍微对日影、日剧有所了解的都会知道，日本对于侦探题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所以如龙也很大程度受到了日式侦探剧的影响，包括剧情的节奏如何误导玩家，用看似联系不大的多个事件导向同一个最终目标的剧情安排等等，很多方面都有日剧的影子。但凡事事出有因啊，毕竟同生一马既没有被黑人灌药变成小学生，也不是除暴安良的人民警察，更不是帝都大学的某物理学怪咖，他不能平白无故就遭遇这么多的传奇事件啊。所以黑道题材为故事提供了矛盾的起因，日本黑道独有的父子家族文化又为同生一马这个重情重义的汉子提供了多管闲事的理由，可谓是义理和仁义的完美重叠啊。那么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审判之眼的故事会感觉这么像如龙了吧？审判之眼的侦探题材看似标新立异，实则却是这些年来最接近这个系列内核的存在。审判之眼的整个故事架构就是再经典不过的如龙模板，开头抛出一个能把所有人串起来的影子，然后一边想方设法隐藏真相，一方面又抽丝剥茧的揭露秘密，让玩家尽情享受解谜悬疑的快感。所以说如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啊，它不光用增加内容种类、压缩事件密度这样一个处处受限的游戏搞出了好像很自由的假象，还聪明的在黑道故事的下面放置了一颗悬疑的内核，既降低了故事的撰写成本，又牢牢抓住了玩家的好奇心。很多人说玩如龙就像看日剧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的确就是一部能玩又好看的日本电视剧。当然前提是能接受这种长剧情演出的方式啊。如果说10几年前如龙系列刚刚诞生那会儿，玩家还会把这个游戏当作大作来看待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货的节奏进步的放缓，现在的如龙不管游戏体量还是细节打磨各种不走心的路人建模，复用了一次又一次的地图素材，都似乎不再有一种全力以赴的感觉。连育碧老哥都看不下去了，好吧？刺客信条虽然也素材复用，但好歹也把背景从埃及拉到了希腊，如龙倒好，整个系列基本就没有走出过神视厅。可即便这个系列不再大制作大成本，玩家对于年复一年的电视剧也多少有点审美疲劳，但如龙的小日子却依旧过着有声有色，甚至影响还有慢慢扩大的趋势。市面上的游戏里基本也不存在如龙的替代品，特别是它的发源地日本，黑道题材更是鲜有人涉足。所以如龙这个看似大咧咧的作品背后，其实隐藏了对市场和自身的严谨分析。它是一个不以全球化为目标，却比很多全球化作品
更有魅力的游戏。它的诞生既是时代之幸，也是时代之迫啊。首先，大环境上 PS2 中期到 PS3 前期，欧美游戏全面崛起，传统日式厂商开始展现疲态。日本一直在坚守的创意和工匠精神，在拥有庞大资金、彻底工业化的欧美厂商面前，简直是螳臂挡车啊！因此，大的日本厂商开始了全球化，比如 Capcom、SE 这些就是全球化比较成功的厂商。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一线和二三线的日式游戏的差距被进一步放大。大厂努力适应时代，小厂因为没钱，干脆就坚持小众路线。然后我们可以在 PSV 和 Steam 上面找到很多这样的日本小厂的小众游戏。而世嘉作为一个有头有脸，并且在欧美人气颇高的公司，按理讲他们的全球化基本是不用别人教的。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放弃了家用机硬件市场的世嘉，不但没有摆脱紧张的资金问题，还在2004年的时候被以制造帕金高为主要业务的 Sammy 收购。如龙的缔造者明月忍阳认为，这个时期的世嘉不但游戏 IP 枯竭，就连公司的品牌价值都面临问题，所以他们急需一个新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然而明月忍阳是很聪明的，也很大胆。他觉得，既然所有的大的日本游戏公司都在努力全球化，那这或许反而是个机会，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回过头来，不考虑其他国家的用户，特意制作一个为日本人量身定做的游戏，甚至还具体到日本成年男性这样的标准。所以用现在眼光来看的话，如龙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小众群体而策划的，而群体小也有群体小的好处啊。对于黑道这样特殊的题材，成人限定显然利大于弊。反映在游戏里，除了火爆的打斗、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各种不可名状的擦边球玩法，如龙系列的主角桐生一马也是日式游戏中非常罕见的成人主角，哪怕是最年轻的前传也是已经20起步啊，一代里更是37岁，这在日本风格浓厚的游戏里是真的很少见的。日式游戏里大多都更青睐于青少年，这固然有日本 ACG 文化的主流人群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式游戏，特别日式 RPG 很喜欢把成长作为游戏的主基调，这对增加故事的代入感有很大的帮助。而如龙系列不同于传统日式游戏，它的主题是人生而非成长，特别是桐生一马的价值观，在第2代以后就基本确定。大部分故事里，角色们都只在贯彻自己的信念。当然，我默指的是如龙的主流作品啊，不包括以青少年为主的黑豹分支。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除了特殊题材和前传，如龙系列大部分作品的游戏世界都是和现实世界的时间同步的啊。也就是说，游戏哪一年发售，游戏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一年，作品之间在现实中间隔几年，游戏里的时间就前进几年，角色们也会相应的变老几岁。所以相比于从小到大的成长，玩家和桐生一马一起经历了共同的时光，看着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混混，到失去重要的人，到修建孤儿院，曾经的唐岛之龙、东城会四代目，最终也不过一介凡人，抵不过岁月的力量。玩家能真切地感受到由盛至衰的变老，并且与此同时，玩家也和主角走过了一样的岁月。而桐生一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拥有不同的烦恼，映射到游戏里之后，正好就会对应每代作品里的悬疑主题：为人兄弟、为人父母、为他人之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部如龙的游戏的发售，人生二字在系列横轴上的体现就越发明显。这种虚拟和现实的联动，大幅增加了游戏世界的可信度。游戏角色也不再单纯的停留在故事里，而是渐渐被带入到现实时间，从而变成玩家的老朋友。所以尽管如龙系列在玩法上的迭代差异不算太大，也只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让人忍不住吐槽啊，甚至技术落后的在如龙6之前进个超市也要加载地图，但它的用户粘性却依旧很强，因为再好的剧本、再棒的叙事，也无法完美模拟现实时间给人带来的物理体验。然而，除了特殊的游戏定位和系统框架，如龙系列对于如何表现文化的理解也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总结起来的话，主要包括2点：一、高纯度啊，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如龙本来就是专门为日本人打造的，即便后来也发售了其他地区的版本，但这个制作理念一直没有变过。直到现在，如龙小组开发游戏时，也依旧把它当作是一个只针对日本人的作品来对待的，甚至还会刻意告诉自己不要去照顾其他国家的想法，为的就是让如龙可以继续保持高纯度的日本文化。这种做法看似固步自封啊，实则不然。高纯度的文化虽然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但也让这个作品具有很高的记录价值，并且保留这个文化的最大魅力。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批评还是赞美，都如实还原。
甚至现实里的店铺都是制作组一家一家谈下来，然后还原到游戏里的。抽出喜好，保留最真实的社会面貌，这是文学名著里经典的手法。在第9一书里，这手法同样适用。第二，生活化。如龙里有很多日本文化是非常生活化、日常化的，包括风俗店、流浪汉、网咖、饮食，还有各种荒诞支线背后的社会现象等等。别觉得这些不起眼这在日式游戏遍地跑的游戏界里，还真就意外的属于少数群体。什么人王、DQ、尼尔，确实都属于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但这些文化更多是基于历史、基于其他艺术创作。就像外国人读《红楼梦》、看《三国演义》、玩《古剑三》，他们当然都属于中国文化，但同时又严重缺少生活气息。毕竟现实生活中，谁也不会一见面就聊《西游记》吧。而如龙就不一样他不光把黑道文化摆上了台面，还以日本歌舞伎町为原型，打造出了一个反映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神视厅，并通过这个地方的日常生活，反过来展现黑道文化在日本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且由于如龙里的时间和现实同步，所以如龙里的日本文化不但生活化，还纪实化不同的时期生活中的那些店铺、社会上流行的梗、重大事件和话题等等，都会通过游戏里的方方面面展现给玩家。可以说，如龙是非常少见的能够让玩家绕开动漫、武士道、和风等等外在标签，直接窥探日本现代生活的游戏。很多人认为如龙是沙漠的精神续作，无论这个说法是否成立，至少如龙确实从沙漠失败中学到了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在好看和好玩这两个鱼和熊掌无法兼得的情况下，更加合理的分配资源。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沙漠和如龙在很多设定上都有着相反的思路，前者什么都想要，并努力把自己的故事设计成鸿篇巨制的电影，后者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剧情的张力和悬疑，突出短小精悍、节奏明快，并把日剧小规模、重剧情、重明星的制作思路直接融入了游戏设计，打造出了充满悬疑、引人入胜的人生电视剧。前者在游戏的娱乐性上饱受争议，源自 VR 战士的战斗系统也没有被充分利用，后者则将丰富的游戏体验直接做成了系列特色，给角色增加了更多养成要素，并通过修改战斗系统，成功的将 QTE 和环境结合，完成了如龙特色的终结技系统。不过有一点，沙漠和如龙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跟随潮流。沙漠想要成就没有人达到的高度，想要试探那个时代里游戏艺术的天花板。如龙则在声势浩大的全球化趋势下，以退为攻，冷静思考，回归日本本土，用另一种更纯粹的方式将日本文化向外传播。而日本之外的玩家也乐于通过游戏这个载体去尝试了解，除了 ACG， 除了战国除了女优，现代日本的生活百态到底是怎样的。因此如龙系列或许并不是最好玩的游戏，或许很多人觉得它的系统很墨迹，觉得技术上不是进取，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如龙系列一个特殊的价值，那就是记录当下的日本。它就像是名著《百年孤独》一样，用一种接近现实魔幻的方式记录着这10几年日本社会的历史面貌。最近我在读2本小说，一本是张北海的《侠影》，也就是电影《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一本是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这2套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我能从字里行间里感受到民国下的北京独特的魅力。我不是北京人，对北京了解不深，但是书里描述的来自生活的真实细节，街边的小吃、各种店铺的特点、人们说话的语气，都鲜活的让我着迷。进一步也从北京的描述了解了民国那个时期整个国家的社会面貌。其实类似这样的优秀文学有很多他们都像如龙一样具有很高的文化纯度，也有着丰富的生活细节。而这种手法其实是我们现在游戏很值得借鉴的。认真想想，什么是中国风？什么是武侠呢？是水墨祥云如意结这些花纹吗？是龙凤麒麟饕餮年这些神兽吗？是丝绸陶瓷青铜鼎这些器物吗？是逍遥侠义恩仇录这些行为吗？是武术气功水上漂这些绝学吗？还是轩辕宇文指浩然这些诗意浓浓的名字吗？我觉得都不是，这些都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现，但并不表示集合了这些元素就是中国文化。而事实上，我们的作品里有太多东西向现代社会和海外的文化妥协，我们的作品里有太多底层逻辑是日本的漫画换皮和中国版的指环王。比如露胳膊露腿的女性装束，在古代各个朝代都是很少见的。比如小妖神兽的培养，也很不符合我们文化对神兽的态度。当然，这种方向的创造是自由的，也是我们能接受的。但如果所有作品都这样，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因此，我们有个怪现象，就是武侠、仙侠作品非常多，但是没人能准确地说出中国风文化的定义和框架。或许除了这些融合现代审美的框架外，我们也可以学习如龙试试走另一条路，绝对的文化高纯度和生活的细节，去表现游戏设定的那个时代百姓面对社会的真实反应，去表现生活质朴的细节，甚至一些我们现在看上去很土很难接受的陋习，可能都是还原那个时代重要的记录。而且民国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魅力的时代，在我们的游戏作品里也是极度缺乏开发的。如龙系列对日本现代社会的记录，让这个游戏不经意的就培养起了许多拥趸。天国拯救这个忠实还原中世纪波西米亚的游戏，也在处女作就打响了名号。他们都证明了有魅力的文化是不分国界的。而且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案例，远的有秦上、傲视三国、刀剑封魔录这些在海外评价极高的游戏啊，我们说过很多次啊，就不重复了。而从近的来看，中国式家长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单从游戏设计的角度来说，中国式家长其实谈不上有什么突破性的玩法，甚至在经营模拟方面还显得很稚嫩，比起早年的美少女木工厂更是显得粗糙啊。但是它同样有如龙的两个特色：高纯度、生活化。这是一个完全为中国人打造的游戏，讲述的是中国大环境下围绕家长和孩子学业和成长所发生的一些生活琐事。它高端吗？真的不高端。它难做吗？也不难做，但它却有着莫名的魅力。因为这些真实和细节才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以至于这个游戏虽然没有个英文版本，但依然受到海外玩家的追捧。他们会在游戏里了解我们的日常，会感受不同文化互相了解的乐趣，会对比自己的成长，发现也有共同点，然后也会和我们一样喊着 English please。 因此我们在如龙身上可以借鉴的是，我们不仅可以利用文化的华美来做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也应该重视自己文化中最真实朴素的一面，去坚持一些我们自己才会有感触的东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因为说不定向内行走，才能找到向外走的最好途径。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审判之眼的购买建议哈，当然这个购买建议也完全适用于如龙整个系列啊。我们在之前一段时间里尝试过取消购买建议这个环节啊，因为我们想降低测评的属性，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的视频会比较着重分析每个游戏的魅力啊。如果取消这个环节，会让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游戏没有缺点哈，那就导致很多并不适合这个游戏的人啊买了之后发现并不好玩。所以以后呢，我们还是会加回这个购买建议，而且在购买建议里会着重说过它的游戏的缺点。如龙系列和审判之眼最大的缺点有2个啊，一是它的技术力进步并不大，导致它似乎是个上世代的游戏啊，所以在画面、手感、游戏的机制上都有那么点没有现在一线游戏那么精致啊。所以如果你玩习惯了新战神、大表哥2这些呢，出完如龙和审判之眼会觉得有点像 PS3 的游戏哈，这种不适应确实需要时间来习惯一下。第二就是它的剧情演出实在太长了啊，这个当然不能算是缺点，这是它的特点。但是这个特点呢，也的确很特立独行，导致可能会劝退不少玩家。所以问问自己啊，能不能接受这种长时间看过场的玩法？如果不能接受啊，那这个游戏玩一半很容易弃坑的。说实话，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对如龙和审判之眼的剧情非常有兴趣，也好几次打开过来玩啊，但是玩到最后都没有通关。所以这个视频的文案其实是月导写的，但是我也承认这些过场确实精彩。所以如果你是能接受的玩家呢，那么这演出一定能给你带来足够的快感啊。所以它的2个大缺点呢，各位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哦，对了，还有一个不是缺点的缺点啊，那就是如龙每一代的剧情都紧密关联，所以如果你喜欢上这个系列呢，可能之前的每一作都要补课了，这很伤钱包啊，所以这个不是缺点的缺点。OK， 这期视频到这里啊，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你想支持我们呢，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看看，我们有奇欧联机宝和阿米洛独家定制的 Gameker 机械键盘的哈 ，Gameker 与你同在，我是聂俊。